你是说，你一个练气期的喽啰，要挑战我这个化神期的老祖？对。小小蝼蚁，既然你要找死，那就去死吧！天雷劫！他是练气期。为什么？为什么你一个练气期可以召唤天劫？你有爹吗？什么？我他妈都1000多岁了，哪还有爹？你没爹，但我有。我叫王二娃，一个没有灵根的废物，却因拼爹踏上了修仙之路。基础练气诀，王二娃，你一个天生没有灵根的废物，还天天抱着这破玩意儿做白日梦呢！嘿，虎哥，这手还是浪费，不如拿来给咱们上茅房擦屁股。我没有灵根，但我一定能找到修仙的办法，我一定能修仙，下辈子投个好胎吧。在王家村，有灵根才是爷。你这种废材，就该老老实实烂在地里当肥料。哇，青云宗的仙长来挑弟子了。奉青云宗宗主令，巡查村落，检测全村16岁以上者灵根，凡有仙缘者，皆可入我宗门，一步登天。仙长，我先来。王二娃，我听人提起过你，你连灵根都没有，来凑什么热闹？还不快滚下去！从前没有，不代表今天没有。仙长，你就让我测一下吧。我就说什么来着？废物就是废物。为什么一点活路都不给我？为什么？爹，你去试试。你要是能修仙，我可以后谁还敢欺负我们家？二娃，你是不是疯了？爹都多大岁数了，这……这是什么情况？前辈，竟是万年不出传说中的先天混沌灵根，晚辈有眼不识泰山，我青云宗虚心以待，恭迎前辈。啥玩意儿啊？搞这么大动静！哎，别把我回家路上那几只下蛋的母鸡给吓着了。请前辈跟随晚辈回青云宗。怎么回事？我的身体里好像有什么东西被爹给唤醒了，好像有什么东西被爹给唤醒了。爹，你听听这灵石碰撞的声音，多脆啊！进了青云宗，这玩意儿按斤发，咱以后吃香的喝辣的，还种啥田？田才是咱们农民的命根子，灵石能当饭吃？你再瞎琢磨的功夫，不如明天早起多储2亩地。这废柴身体怎么一点反应都没了？那感觉是幻觉，不行，还得靠爹。嘿嘿，爹，不凶也没事儿，但这书上画的小人儿挺有意思，你就当看连环画，看一眼，注意眼。真拿你没办法。有字没？你知道你爹不识字啊？
这是这就睡了？唉，也是全了。我操！爹睡着了练功，我也能蹭经验。王二娃，还有你那个走了狗屎运的爹，白天害老子丢尽了脸，今晚老子要让你们知道，这村里谁才是爷！虎哥，那老头睡着了，正好下手。虎子，你敢动我爹试试？虎子，你敢动我爹试试？哼，你看我敢不敢？给我打！来了，就是这种感觉。老子弄死你个小畜生！滚！爹，你看到了吗？你一动灵气，我就神力附体呀！咋了？地震了？刚才好像有个蚊子嗡嗡叫，被我给拍死了。这修仙的玩意儿还能给娃壮胆，看来也不是全无用处啊。爹，从今天起，你就是我亲爹啊！不，你是我修仙路上的亲祖宗。明天咱们必须去青云宗。哎呀，不去，地里的草还没除完呢。哎呦，我的乖乖呀，这咋长歪了呢？哎呀，肯定是被那风给吹着凉了。爹，别中了，出大事了！戈壁村被妖兽给拱了。听说那是头2级刺土梁，正往咱这儿冲呢！哎，皇上，把篱笆扎紧点啊，别让那牲口进来拱了咱家的菜。爹，那是妖兽吃人的，不是拱白菜的猪。这就是传闻中的先天混沌灵根。师兄，就是这老东，整天跟泥巴打交道，纯属浪费灵根。万年难遇的明珠竟埋在泥里藕烂了。乡野村夫就是乡野村夫，给你金锄头都不知道挖宝贝，只配种庄稼。你嘴巴放干净点，我爹可是……娃呀，别跟城里人一般见识，他们不懂哟，这就吓傻了。农民就是农民呐，见了妖兽连跑都不会，还是赶紧躲到我身后，给我磕2个头，说不定我还能赏你一条活路。师兄，这妖兽刚好给这老农长长记性，让他知道仙凡有别。急什么？让这畜生好好教训他一顿，看看他还敢不敢站着混沌灵根不修仙。等他快死了，我们再说。嘿，哎呀，这刚扎好的篱笆，哎呀，这一季的收成。爹，快出手啊！他就是故意看我们笑话。哼，出手？他能有什么本事？出手？他能有什么本事？孽畜，休的！这是元婴期，不可能！你只是个种地的呀！这位仙长，既然你们这么爱管闲事儿，那就顺手帮我把地里这些土拨上啊，都除一除吧。师兄，我看你们挺闲的，呵呵，麻烦了啊！我们是青云宗内门弟子，怎可做这种粗活？我操！随手一挥秒杀妖兽，还能顺带震碎法宝，这波经验吃的太爽了！爹，
咱们必须去青云宗，那里啊才有更多不开眼的土拨鼠等着你去收拾啊！啊不，等着你去种地啊！这宗门里地多吗？爹，简直神炸了！你有这本事，为啥以前宗门检测你次次都躲啊？咱要是早修仙，早发达了，还能住这破院子？不是躲，是每次都刚好有更要紧的事儿。还有啥是比修仙要紧啊？还有啥是比修仙要紧啊？那年我20，心想啊，去凑个热闹。阿秀，咋样？摔坏没？大郎，蘑菇全洒了，这可是给娘熬汤的。修个球的先，捡蘑菇要紧。哎，等蘑菇捡完，那帮修仙的早就收摊走人了。30岁那年，这帮人又来了。大郎，不好了！咱家的花猪公开圈门，跑去拱隔壁张婶家的灵白菜了。啥？那灵白菜可是张婶的命根子。对不住了，仙师，猪跑了，那可是大事啊。那猪，那天跑得贼快，我不吃不喝追了3个山头才追回来。谁？后来我才明白，哪儿来那么多巧合呀？好猪猪，多吃点，明天跑快点，还要靠你了。大郎，别怪我不让你去。修真界打打杀杀，我怕你去了就回不来了。咱们一家3口，哪怕种一辈子地，只要平平安安就好。是你娘，这个傻婆娘啊，在那几年里想方设法放了咱们家3年的猪啊，摔了800回跤。娘她竟然是为了这个。哎呀，她走后啊，我就更不想去了。守着这块地，守着这猪圈儿，就像还守着她一样。娘，你是想让爹平安，可现在这个世道，只有爹变得更强，才能真正守护这个家。我也想知道，到底是什么病让你走得那么早？爹，娘那是疼你，但现在我想去，我想让你护着我。哎，行吧，既然你想去啊，爹就顺便陪你去那个啥，青云宗看看。真的？哎，不过丑话说在前头。爹，你说，别说1条，100条都行。肃静！既然通过了灵根初测，按青云宗万年规矩，想要入宗，还需通过问心、试炼、斩魔3重关卡，9死1生方可。啥？还要9死1生？哎呀，太麻烦了，还得赶回去给地里的包谷浇水呢。二娃，走了，回家。爹，你干啥？这可是青云宗啊！壮士留步，留步啊！规矩是死的，人是活的啊！不想留，这地光溜溜的，连根草都不长，看着心里发慌。壮士要在下如何？哎呀，想留俺也行。第一，俺是个庄稼人，没地种新花，给俺整1万亩上好的灵田。哎，这是黑土地啊，肥力足的那种。1万亩，那是核心弟子的修炼场，最多给1000亩。二娃，那头猪跟上，回家种咱那1亩3分地去。哎呀，爹，别急嘛，长老在考虑呢。给1万亩极品灵田，给他画。第二，俺这头猪啊，那是俺亡妻留下的念记，娇气的很，得在大殿旁边给俺搭个猪圈啊，要坐北朝南，那个什么千年陵墓搭。放肆！大殿乃宗门重地，岂能容忍？哼，那算了，
朱柱不怪，调标了我没法，还是他娘教的。大，这就叫工匠大，用万年沉香木给你大。祖宗，你把猪放下。哦，这就是顶级拉扯吗？嘿，学到了，学到了。壮士，王师弟，还有什么要求？你不提了吧？最后一条，种那么多地，俺一个人忙不过来呀。给俺配2杂役，要那种身强体壮、以前干过农活的，别给俺整那些细皮嫩肉的少爷秧子啊，看着就来气。这个简单，百门弟子随便你挑。那成。既然长老这么客气，二把把猪赶进去，咱就在这住下了。尝尝自家炒的，香着呢。李师兄，这泥腿子居然让3大长老如此低声下气，还要再主封养猪，上次栽在他手里算是失策。上次是例外，先天灵根又如何？进了青云宗是龙盘着，是虎的卧着，一个只知道种地的小野草书，登入了外门，我有的是办法让他知道修仙前一看重看拳头。瞧，这眼神，这表情，标准的送经验反派啊！爹刚入门，正缺个练手的沙包，这就送上门来了。哎，这修仙日子有盼头喽。这土啊，看着黑，咋没劲儿呢？一看就是平时没喂饱，虚得很呢。天，你懂啥啊？这可是灵土，每一粒都含着天地精华。你快吸一口，吸一口，延年益寿啊！吸啥吸啊？喝西北风能饱肚子？去，把咱从村头茅坑挑来的那一桶陈年老浆拎过来，给这地啊补补身子。爹，在这泼那玩意儿，是不是不太雅观？庄稼一枝花，全靠粪当家，麻溜的。住手！你这个乡野鄙妇！青云宗乃仙家圣地，灵田更是滋养仙根的宝地，你竟敢用这种污秽之物亵渎，简直是脏了天地灵气，辱了宗门颜面！小伙子，这就外行了不是？这叫农家肥，地吃了长劲儿，粮吃了长个儿。放肆！我堂堂青云宗灵田，需用灵泉浇灌，岂容你这破皮用粪水亵渎？今日我就替宗门清理门户，烧了你这秽物，再把你这就知道玩泥巴的废物赶出去！爹，小心，是火球术！哼，大热天的玩玩，给你降降温。走你！可惜了呀，这可是沤了半年的好肥，全让这败家玩意儿给糟蹋。我连1层了，爹，你刚才那招飞龙在天太神了，那股道韵直接帮我冲开了窍穴。鲨鱼，你想吃飞龙鱼了？那是啥鱼啊？河里有吗？我爹果然是绝世高人，装傻充愣都这么自然，这大腿我抱定了。李师兄，那张强被粪水泼了一身，已经晕过去了。这王大好像有点邪门呐。邪门个屁，不过是天生神力罢了，毫无章法，只会用蛮力的莽夫。他不是爱种地吗？他不是想要把那万亩灵田都种上吗？师兄的意思是？传功阁里有一本上古残卷《笑云语诀》，因为晦涩难懂，1000年来无人练成，被视为废书。你去安排一下，让长老把这书给他，告诉他，若想种好这1万亩地，必须学会此书降雨。若是学不会，我看他这1万亩地怎么浇水，到时候种不出灵果，我看他怎么收场。高，实在是高，让他对这一本天书发愁，最后颗粒无收，被赶出宗门。
爹，快看那个9天雷斗，听名字就霸气。还有那个血影狂刀，学会了咱们回村能横着走。横着走那是螃蟹，这一屋子金光闪闪的，晃得人眼晕，还没咱家猪圈看着实在。行了，别在那儿丢人现眼。李新传特意交代，你2人根骨奇特，这百草剑和小云雨诀乃是种田基础，最适合你们这种泥腿子。这不就是那外门弟子都不要的入门手册吗？李师兄就是把我们当乞丐打发呢。哼，爱练不练，这就是宗门的规矩。有些人呐，穿上道袍也就是个耍把式的，别妄想登天。哎，挺好挺好，书越薄越省事儿。哎，那啥，长老有扫帚没？啊，你要扫帚做甚？满屋子的书，墙角全是灰调子，看着闹心。哎呀，强迫症犯了，不扫不舒服啊！快看，这哪是来选功法的，这是来应聘杂役的吧？乡巴佬就是乡巴佬，进宝山只知道捡破烂。爹，今天咱们回去吧，太丢人了。嗯，嘿，这指硬是啊，正好咱屋那桌子腿短一截，拿这个垫着吃饭不晃荡。蠢货，那是100年前废弃的禁书残卷，谁练谁走火入魔。既然你自己捡了，正好省了我动手的麻烦。爹，你就一点不生气？人家给咱穿小鞋，你还真把那2本破书当宝贝，还捡个垃圾回来垫桌角。哎，你吃饭不积极，脑子有问题。生气能把肚子气饱喽？来，找一口。爹，炸了！桌子腿炸了！这不是功法，这是庄稼把式，这气顺的跟摸了顺毛驴一样舒坦。我操，爹，太快了，要溢出来了！1层、2层、3层，我的妈呀，这是坐飞剑的！啊！好大的胆子，竟敢偷练邪术，万物生，掠夺草木生机，人赃并获。跟我们去刑堂走一趟吧，毁坏宗门灵根，这可是废去修为，逐出宗门的重罪。啥？掠夺生机？俺昨晚就是做了个梦，梦见给庄稼施了遍肥呀！还敢狡辩！带走！王大，人证物证俱在，你修炼邪术万物生，强行掠夺草木生机，致使珍贵灵苗枯死，这可是毁坏宗门根基的死罪。放屁！那明明是金光，你们这流陨石是病兮兮买的吧？滤镜加这么重，我爹那是给庄稼施肥。还敢嘴硬！来人，上锁魂链，废去修为，打入水牢。土腥气重，根子受了寒，这是虚不受补啊！昨晚劲儿使大了。爹，都要坐牢了，你还管那几个破苗子干啥？坐啥牢？苗又没死，就是冻着了，喝口热乎汤发发汗。二娃，带上那几根苗跟爹走，家里灶台火不硬，咱们去借个火。借火？你要干什么？煲汤救命。何人喧哗？不想活了吗？借个地儿，这地儿火旺，用来炖鸡。哎，不对，炖药膳正好。在炼丹方炖鸡，这是对丹道的亵渎！你是哪儿来的疯子？这地锅可是阴府地形，泡铁锅，你那破铁锅放上去就会化成铁水，滚！大家看，这个就是那个修炼邪术的王大，他毁了灵田不够，还要来毁坏炼丹峰的风水。抓住他，格杀勿论。把苗扔锅里。哎，不对，把苗搁旁边熏着，葱姜蒜下锅。炖鸡搭东西汤，想要苗好得喝汤。起！我操！我的火呢？我的火怎么跑了？炸了！要炸了！我的回春丹啊！混蛋！你这是在炼丹，
还是在拆家？王大公然破坏炼丹峰，罪加一等。诸位师兄弟，一起动手，诛杀此僚！火候到了，出锅。吸一口我的酒，再吸精神斗。哈哈，行了，活过来了，这就叫回阳汤，专治各种动手痛。活了，真的活了！爹，你神了！谁说我练邪术害苗的？这不挺精神的吗？你们那留影石是不是该擦擦了？妖术，这一定是妖术，这是障眼法。王大，你敢戏弄执法堂，今日我必斩你！爹，小心，那是筑基期的攻击！咋还没完没了了呢？苍蝇都能引传人，去，一边玩去！疼！哎呀，这劲儿使大了！哎呀，可惜了我的老母鸡，这汤啊还得留着下面条呢。这股气息是万物生的真意。将这种天气修出混沌之气了，是个有趣的小家伙，竟然拿天地熔炉炖鸡。别怕啊，不回声，忍着点儿。爹，这说不对劲啊！我看了一晚上，咋感觉肚脐眼下面有股热气乱窜？跟那天吃多了红薯似的。那就是红薯吃多了，早就跟你说，睡觉前别贪嘴，屁多。爹，好了，我肚子里面长东西了，他在贴我。你也要生啊？那是蛔虫闹腾呢。赶明儿我去集市给你买2粒宝塔糖，拉出来就好了。它不是虫，它是个指南针，它拽着我往后身跑。爹，救命啊！我被肚子绑架了。哎，这娃为了不干活，啥借口都编。那边的云彩咋跟发了霉的棉花似的，看着就不吉利。哎呀，行了，这就去把你追回来。让狼叼。站住！前方是宗门禁地。你疯了！这个是那个拿鸡汤偷飞筑基师兄的狠人。哎呦，是王大叔啊！您这是遛弯呢？遛娃！哎呀，这孩子那是梦游呢，非往里面钻。我不放心，跟去看看。这里面可是禁地，有护山大阵。哎呀，没事儿，我就在那边上看看有没有野葱，挖2个就回。爹，就在里面，那感觉越来越强了，像是有人在喊咱们回家吃饭。吃，就知道吃。走吧，看把你馋的。爹，要不咱回吧，这地看着不像有饭吃，像要吃人呢。哎呀，这土好啊，黑的流油，就是这雾气，香，真香。爹，你鼻子坏了吧？这明明是一股霉味儿。你不懂，这是陈年老肥的味道，起码沤了1万年的熟肥。这就好比那酒，越陈越香啊。这地要是种上庄稼，那杆子能长得比房梁还粗。开工！这么好的肥地荒着，简直是遭天谴。财郎爹，这地上的土都发光呢。好地呀，就是有点板结了，得松土。爹，你别光顾着刨地啊，你看那边。
何人大胆，竟敢擅闯禁地，惊扰本尊清修！完了，金丹大佬，爹，跪下求饶啊！哟，地里还有人呢。大妹子，你这也不像是在种地啊，这地都荒成啥样了，草比人高。大妹子，四无的凡人，受死！哎呀，这瓜藤长到了，就是没结瓜，那是缺钾。快去，别挡着我翻地！言出法随，道法自然，这怎么可能？这自然之道，竟然比我修的青木长生诀还要纯粹。慢着，那咋？这地是你家的，那我不刨了，怪可惜的。这位道友，你方才说这地缺肥，那可不，你看这土虽黑，但是发硬，那是死肥，得把这土翻开，晒上3天大太阳，再浇上2桶，那啥，这地呀就能活。死中求活，向阳而生。本尊困在此瓶颈30年，竟不如一农夫同你我也算有缘。既然你对土地有此见解，3日后本尊在问道崖讲法，你可以带着孩子来旁听。讲法？长老亲自讲法，爹，这是天大的机缘呐！讲法？管饭不？要是能让我把这几亩地种上，我就去听听。这片药园暂借你打理，若能种活那株古树，本尊许你一个愿望。爹，你连金丹长老都能忽悠瘸了。哎，啥金丹银丹的都不如这几亩地实在。二娃，别傻乐了，回家挑粪去。开荒！故金丹之道，在于凝练精气神3宝，道元守一，于丹田子府内铸就无上道气，凝聚不朽金丹。此乃修士退凡入圣之际，非大义与大智慧者不能入。爹，别睡了，呼噜声比长老说话声都大了。咋了？猪跑了？果然是个朽木不可雕的村夫，来这问道崖，还敢睡觉，真是……嘘，别说了，竟在金丹讲法上睡觉，简直是对大道的亵渎。如此不知敬畏，定要被逐出宗门。王大，你且上前来。哎呀，爹，快醒醒啊！长老叫你呢！要死了！讲完了，能回去了。俺家那头刚下完崽的母猪还没喂呢，饿极了可要踹出院门的。王大，本座方才所讲金丹大道，你有何感悟？长老，你说的这个金丹，俺听着咋那么像俺家母猪怀崽啊？把金丹大道比作母猪怀崽，这农夫真是……放肆！何等粗鄙言论，竟敢如此侮辱大道！完了！我爹他把金丹长老比作老母猪，这次真的要被宗门打杀了。说下去。你看呐，这母猪怀崽前得先把它喂饱，这就叫积攒那个气，然后配种，那就是咱们村里说的阴阳和合。怀上了就得小心啊，不能惊着，得敬着。这不就是那个抱元守一？等到瓜熟蒂落，那崽子在肚子里长成了，有了自己的命数，那就是金丹呗。你老说要练它，那是打铁的，那玩意儿是活的，得养得生。猪崽子生下来是活蹦乱跳的，你的金丹要是练得跟个铁疙瘩似的，那不就是死胎吗？死胎，铁疙瘩，死物与活物。我困于瓶颈30年，始终觉得金丹死气沉沉。原来我一直把它当器物在练，却忘了它是我的道种，是生命，要养要生，不要练。这是要突破金丹后期了。几句话就把长老说突破了，这怎么可能？我操！我爹这嘴真开光了。听君一席话，
圣修100年到。王大，不，王师，请受玄丹一拜。哎呀，使不得，使不得！哎，大妹子，你这是干啥呀？俺就是说了养猪的那点破事儿。大道至简，师兄以养猪入道，以真化境，玄丹佩服。看见没？看见没？那是我爹，养猪仙人。王师兄，此前你要的那片药源，便彻底赠与你。另外，此乃客卿令，剑令如见宗主。往后青云宗内，除禁地核心外，师兄可来去自如。金的，哼，这玩意儿能换多少金肥呀？这波动源自迷雾谷，那株上古灵根早已沉寂千年，为何今日？王大师弟，你昨日进入禁地，除了开垦，可还对那株巨树做了什么？此乃我青云宗混沌道术，荒芜已有1000年，未曾想师弟此次到访，竟会萌芽。爹，你瞧这树都快赶上咱家的木炭了，这能活吗？师弟万不可乱动，此乃上古劫灰。啥上古劫灰呀？就是烧苗了，老神仙们肯定天天往这倒洗澡水，把地给肥坏了。洗澡水？那是前辈们的灵液灌溉。管他啥液，反正现在这棵树就是虚不受，有点像俺们村头那棵被尿憋死的老槐树，得治，得用贱东西冲洗。荒唐！简直是滑天下之大稽！你是说这象征宗门气运的混沌道术是被先祖们养死的？这位黑脸大兄弟，你火气太旺，容易便秘。跟你实话讲，那棵树就是富贵病，吃太好。放肆！宗门大殿，凭你这乡野莽夫胡诌！掌门，此人来历不明，言语疯癫，我看这家搜魂！铁星师兄，王师弟虽言辞粗拙，可大道至简，何况转机即向展露。哎呀，王大，你说要救树，要些什么？若要天材地宝，宗门宝库尚有一些。稀罕宝贝啊，就不要了，太燥。俺瞅丹房那些药渣，还有杂役弟子的泔水桶挺好。那淡林家可是宝贝来，救树育苗还得保障空气循环。俺瞅这大殿旁小庙的风挺邪门的，吹得人瓦凉瓦凉的啊，用来换气倒是有些用处。放肆！那是祖师留下的本源道器，你竟然想拿去给树通风？你这是要翻了青云宗的天！我操！掌门师兄，顺物自然，无为而治。这混沌道术，便是宗门以灵丹放水之物养的金贵，未曾想这违背自然伦理，竟成千年枯木。罢了，事已破，且试之。传谕全宗，凡器物、药子、干枝、废料之属，习练归集查验，无得私弃，统归于王大调配。俺谢过掌门了。黑脸大兄弟，你可有啥用不着的垃圾，也给俺留着呗。本座倒是要看你这挑大粪的能搞出啥名堂！限你3人力将道术救活，否则你父子2人就见万神坤当饲料。爹，快看这丹炉，快炸了！这要是奔身上，这得摊板子1周啊，浑身都要贴狗皮膏药。啥快炸了？就跟烧菜做饭火糊了锅底。那个种田的，别冲动，那是千年玄铜炉，千万别。锅糊了就得铲底。起！这一个个杵着跟麻花杆干嘛？快给俺拾来冰莲梗的草药。陪我炼制7期49天的筑基丹。你个泥腿瞎插手！给炼成疙瘩完了，毁了我的心血呀！老祖别伤心，你闻闻这清冽的药香。哎，不对劲儿，
死期转生，虽品相不佳，内蕴洞天，这哪是臭鸡丹？这是我苦求千年不得的大还丹。泥腿，王大贤弟，今次助我练就这大还丹，可否再讨教控火之术？大兄，你这样问很难住啊！俺就是路过，想找你要点药渣。药渣？啊，还不快去按王贤弟的吩咐，速速备好。王大贤弟，你那控火药诀还未传告于我，你可不能就这样走了呀！啥药诀？俺就是把壶底的铲掉。哎，你们这些修仙的人真是饭都不会做啊！炼丹做饭？造孽呀！我堂堂炼气5层修士，竟然在这刨坑拌大粪！这要是传出去，我还要不要道侣了？别说了，我刚得的极品玄剑拿来当搅屎棍了，那味儿又飘过来了。劲儿大点，没吃饭呢。那土得翻松了，要有气口。哎，那个谁，把飞剑收起来，用手刨，那样接地气，土才活。完蛋，中毒了！不对，我的丹田。师兄，你渣了！师兄，你渣了！我突破了，卡牢3年的炼气6层瓶颈，就因为吸了口，突破了。真的？我也吸一口。看啥看？赶紧干活！这味儿是大了点，但通气顺畅，专门治你们这些天天吃丹药憋出来的富贵病。接考这一出，虽然误打误撞帮了人，但太长了。现在全宗门的病种了，那3长老肯定在憋坏水。啊，树在很饿，过来。虽然我已经炼气3层，但我没灵根。2到3层，我能调动灵气。生死道消，置之死地而后生，方能突破废灵根。什么？你居然让我去死？这又是哪门子邪修啊？你不会是魔丸吧？懒得和你计较，典型的修仙思维，想突破废灵根就照着我说的去做。哎，这是个什么事啊？连个灵种都会使唤人了。修个仙嘴巴怎么这么碎呢？你麻雀成精吧。家人们，你们可能不信，我遭到树种的霸凌。真是拿你没办法，典型的人类思想。这样吧，你再重新感受一下灵气的流动。哇，这个灵气好霸道，十分得劲儿。这还只是最基本的东西，这算哪门子劲？等你按照我指的机缘走一道，你就能有更强的能力。可是你让我这大活人平白无故去死，岂不是显得我很傻？没事，信叔哥得永生。既然你有法子，那我就勉为其难，给你个面子吧。照你这样说，我哪是你的机缘，你才是我的天命啊！哎呀，不要崇拜哥了，我还能用夹子敲打我爹。他这个年纪，正是修仙拼搏的时候。今天出门没带黄历，在这儿遇到的，真是倒霉。哟，这不是那个挑大粪的王大叔吗？怎么把青云宗当成你家猪圈了，弄得乌烟瘴气，成何体统？就是，李师兄是大长老身边的红人，这等污秽之物，还不赶紧推走？李师兄，这是给道术配的营养液。营养液？我看是泔水吧。只有你们这种乡村野夫才会把垃圾当宝，和你这种人在一个宗门，简直拉低了我的档次。哎，小伙子，几日不见，怎么蔫的跟颗白菜一样？你说谁虚？印堂发黑，嘴唇发紫，说话中气不足，还带喘。你最近练功是不是总觉得胸口像压了块大石头？灵气走到肚脐眼下3寸就岔气。我最近修炼紫霞剑诀遇到的瓶颈，谁都没有告诉过。你胡说什么？你胡说什么？哎，这是典型的肥害，也就是说补过头了，根烂了。
年轻人别老吃那些大补丸，容易上火。老东西，我可警告你，我可没乱吃啥大补丸。去，这把败火草回去煮水喝，喝完拉3天肚子，保准你那个什么气就通了。放肆！我看你是找死，竟敢诅咒本少！爹，小心！咋？还要给俺修修眉毛？俺这眉毛是有点杂，你手稳点啊！你，好的很。咱们走着瞧，等到月底宗门大比，我看谁能护得住你们这对收破烂的父子。大比第3场，王二娃对阵李师兄，开始。小废物，昨儿有你那种地的爹护着，今天在擂台上，我看谁能救你。看剑！嘿，妈，杀人了！看那怂样，这就是那大粪父子里的儿子吧？跑的倒是挺快，跟田里的耗子似的。李师兄，别玩了，一剑送他下去。哎呀，二娃，你跑个啥？那是虚招。爹，这剑是真的，要死人了！死个球！想想那些地里长歪、割人手的野草，想想那些地里长歪、割人手的野草。你看他那个胳膊肘抬那么高干啥？那是苗长疯了，根基不稳。别躲，冲过去，给他那个腋下那块软肉来一下，那叫掐尖儿。老匹夫，闭嘴！死就死吧，掐尖！你卑鄙！我看你这烂苗就是欠掐了。还有什么招？尽管拿出来吧。敬酒不吃吃罚酒，服给我烧！这次真的要变口猪了。接着用降温水。这咋用啊？哎呀，笨！用那个什么生气的弓把水挤出来，豁他！这是什么妖法？白菜破烈火符！再来！这小子火气太旺，给他施点农家肥，败败火。这是什么毒？这都行？就是现在，地里的土板结了，得用锄头松松土。二娃，办他！松土我会。第3场，王二娃胜。赢了，用白菜和烂果子把李师兄打晕了。这他妈也可以？这就是传说中的种田流战法。嘿嘿，爹，咱这算不算大丰收啊？收拾了颗蔫儿白菜，搭上这些，哎，败家，败家！先生，我给您丢脸了，那对父子太邪门了。那个王二娃，他根本没有灵根，却能控灵气。输了就是输了，找借口只会显得你更无能。先生，那个老农民，他好像真的懂怎么救那颗混沌道手。如果道手复苏，玄丹那一脉就要骑到我头上了。既然他们那么喜欢种地，那就给那块地彻底绝了根。这是血化龙法，无论是人还是树，沾上一点儿，根系尽毁，化为脓血。是，仙师放心，今晚之后，青云宗再无那个种地的老匹夫。这活可真不好干。王二娃，别着急休息，你的机缘就要来了。什么？机缘来了？哎，快给我指指！啊，我想起来了，你说的机缘就是让我死一道，就是让我死一道。不错，你能有这觉悟，我很欣慰。可我看着四周能有谁在呢？哟，这不是我手下败将吗？这贼眉鼠眼的，准没好心。好你个种地老农，火灶这老东西都给你忽悠了，还想救书？你就等着跟你的废物儿子一起进万社窟吧。爱装小冲浪，这次小爷上也是想个老没话讲，别想归成那些泥腿活。混沌道术一死，你这土猪也就跟着下地狱吧。
哟，这不是落汤鸡李师兄吗？在这偷窥哪个老姑呢？再看，呸！我就是趴着系鞋带儿。可我见你平日里都是穿布鞋，怎么赶时髦也弄个鞋带款式吗？哈，别管系鞋带的事了，咱们也算是不打不相识啊。你瞧，哥给你整了颗帮助修炼的丹药，吃了后你也能跟上你老爹的修为了。赤血化骨散是吧？正好，省得我再找由头来激发我爹修仙决心了。算你有点良心。这丹药要是真有用，小爷就不计较你之前的破事儿了。哈哈，蠢货，这下神仙难救，你就等着化成一滩血水吧。那幽冥宗子野老头给我弄的东西果然够狠，这种没内力的泥腿子真是轻松拿捏呀。这王二娃倒是好对付，就王大这个老东西，我正面也干不过他，只能再去寻得点猛药来动手了。我倒要瞧瞧你这家伙，还想把这青云宗闹成哪副德行？刚才我体内的灵种就一直指引我吃下这个药，说是前面有个绝佳的机缘等着我。不过接下来我要看看爹的反应。你们这些修仙的懂个啥？一天就瞎坐着不干活，这一等下去，保管你这道术比我家老母猪生的还快。二娃，快给你爹把水端过来。你这娃也忒不懂事了，丹房拿个东西偷懒老半天。二娃，苗，俺的苗折了，哪个杀千偷的？俺这独苗，这是绝了俺老王家的种啊！二娃，你放心，爹会为你做主，管他神仙还是阎王，那苗就劈了当夜壶。宗主，大事不好了！王二娃被人害死了，王大师兄想要个说法，正拿着斧头要闯大殿。咱们宗门死人了。此事还请师兄秉公行事。王大丧子虽有情理，但作为外门弟子，则是冒宗规之大不韪。什么？二娃死了？你们这帮修仙的，平日袖手撩心性，张嘴就是救苍生，怎么堂堂青云宗却连俺家一个娃也护不住？俺今天就是上来要说法的。混账！竟敢持兵刃来犯大殿，我看你是找死！那王二娃本就资质平平，指不定是练功走火入魔，偷吃了丹房什么不该吃的东西。放屁！俺家二娃最听话了，俺从小就告诫他，不是自家的东西千万不要顺手拿，十里八乡都知道他，没有俺点头，连生红薯都不敢啃一口。王大师弟息怒，此事青云宗定会为你主持公道。二娃若真被奸人所害，宗门定会自除淤血。哼，查个球！俺就知道你们这高高在上的神仙没把俺们百姓当人看。知道就好，这里是青云宗，你家朱雀以门规出阵。王大，你且回去吧。此事无论真假，都需时日彻查，未知事貌不可枉断。你若志气砸了我宗，也只是徒增伤亡，无法安抚丧子之痛。既然无人主持公道，俺就用庄稼人的法子，把这破店给俺犁平了。爹，别跟他们计较，咱们先回去，我有话要跟你讲。哎，这混球二娃自己肉身都整对了，神神叨叨的，还不如俺家这几只老母鸡省心呢。哇，爹，好香啊！你是不是煮的菜叶粥啊？二娃，是你这兔崽子不？哦，爹，好香啊！你是不是煮了叶菜粥啊？吃！你这饿死鬼，死了还想着吃？爹，我是死了，但又没死透。哎，二娃，你在就好，哪怕是烂地里的红薯，只要有芽呀，俺就能给你种活喽。哈哈，俺们种地人只要根不断，明年又是春呐。不过这可咋整啊？二娃总不能天天没个正形就飘在天上给人看吧？爹，你也别着急，我虽然现在飘着，但感觉还挺轻松的。哎呀，去，
轻松个屁了！你这没手没脚，要是被你娘知道，非得把俺骂个里外不是人。爹，你有所不知，我体内的灵种指引我说，这一次有一个绝佳的机缘等着我，不然以你这玉树临风、才高八斗的俊儿，怎么可能中这小人的奸计？啥机缘出缘？俺还说把这些个鸡呀、猪啊拿去集市上卖，给你凑点结婚盖房子的钱。哎，你这身子一没呀，可咋给俺老王家续香火呀？靠！爹，你害我白高兴一场。原来你这么关心我，只是在意我能不能延续咱们家的香火。你这样，我可要郁郁了。哎呀，这倒霉催的桌头，白瞎了俺熬得的粥。哎，这破书在俺识海里面待闷了，今天寻思拿来垫桌腿，正合适。哎，爹，等等，那本书。哎，二娃，你别这样突然冲来，别给爹吓着了。嘿，爹，刚刚你掏出这本书时，我就感觉有股暖流朝我天灵盖里钻。爹，快看看这本书里有啥？啥呀？装神弄鬼！这是教人咋种藕的。我操！爹，这不是普通的藕。书上说，灵为水中君子，中通外直，阴中之阳，可寄神魂，塑灵胎。讲人话不？爹，书上说，只要种出这样的莲藕，我就能像哪吒一样，用莲藕做身体复活。哎呀，早说呗！不就是种藕吗？这活俺熟，以前俺种的藕啊，那是个点个的脆甜。王大师弟，这可是3只的玉成丹，1颗便能让道树缩短100年年份。你真打算拿来种藕？元丹妹子，啥丹不丹的，这就是肥料。这藕娇气，就得吃点精细料。看来这底肥是给足了。元丹妹子，你有所不知啊，这种藕讲究的是深水养灵，浅水藕，料肥藕就甜呐。那这藕与你此前所说事关二娃，又是何故？元丹妹子，你就看吧。之前我能摸着自己了，我又有手了，哟！爹，不错，这膘肉啊，姿势有劲儿。我总感觉你这话像是在添了小猪仔。我突然头好晕。哎，二娃，你这是咋了呀？二娃魂魄太弱，无法驾驭这莲藕金身。若不能稳固精元，二娃会被这莲藕金身反噬。什么？驾驭不住？那可咋整啊？必须固本培元，得用本尊极品培鸡丹才行。只是……哎呀，只是什么？这丹药只有青云宗内门才有，1000年传承只有1颗，炼制技艺已经失传，只能去参加这届外门炼丹大会，拿到冠军才能获得。妈了个巴子，这修仙规矩是多，比赛就比赛，俺参加就是。念你救子心切，且就宽容一回吧。报名，王大，你当青云宗是什么地方？那是给外面练的天才后辈的比赛，不是给你这泥腿子吹火做饭的地方。咋就不能报？俺能烧火，懂做饭，这炼丹就跟普通人吃饭一样，火大点，水多些，搅和搅和不就成了？别扯你那些农家歪理了。你可知，那教与你培植的混沌道术仍未出现转机，道术苦死1000年，岂是你那些污秽之物就能救活？辱没宗族象征，看我捉拿你！诸位长老，道术！瞧瞧，俺就说这树啊，就是金贵玩意儿造多了，吃点贱东西冲冲喜，
另外，既然树救活了，那炼丹比赛的事儿总能为我宽限了吧？对了，还要交出姓李的，这个畜生是毒杀我儿的凶手。王大，休得血口喷人！你是翘楚，事关东门门面，岂容你一介乡野莽夫饶舌无面？翘楚个屁！俺看他就是地里长歪的烂苗，留着也是祸害庄稼，倒不如拔了。你到底交不交？好大的胆子！真以为有点蛮力就能在青云宗撒野？今日我若不恕你，这倔脾气出来，跟俺家耕地的老牛一样。别过来！就这点力气，还没俺拔萝卜费劲。王大，我宗门并不有意偏袒，还请你速速回去，准备参加这场炼丹大会吧。谢过苍松大兄弟了。你瞧你那黑脸大兄弟，非得像倔驴一样，遇事不对就动手动脚。这个乡巴佬连药理都学不透，还敢来参加炼丹大会？乡巴佬就是乡巴佬，给你单方你也看不懂啊？这叫啥？这就是对牛弹琴。哎，二娃呀，不是爹不想救你，是爹实在大字不识。哎呦，这大会上能不能别蹲着呀？不是咱村好。肃静！第二轮辩才，请诸位亮出你们准备的炼丹主材。千年火灵草可是我遍寻秘境所得。哼，什么破烂东西？瞧，这可是紫云仙草。爹，这次你可去玄丹真人的药园里借了仙材。猪草啊，俺寻思自家这喂老母猪的草，也不比玄丹妹子药园里的品质差。这草啊，劲儿大，猪吃了都长肉快。简直胡闹！不过你有独特法门，还是记0分。若第3轮赛务结束，就逐出山门。猪草，他是来喂猪，还是来修仙的？简直就是在侮辱炼丹呀！爹，这下丢脸可丢大了。爹，有灵力呀！你原地待好了，别耽误俺干活救你啊！那灵力苗子我太厉害，吹烧饼都不熟。哎，还是这个扎实。他在干什么？这泥又是个什么鬼？猪草性凉，得加点陈年老糖泥中和一下，不然丹药就得烧坏。哼，真是滑天下之大稽。快点！丹茶，2阶极品，聚火丹。好，火候澄清，不愧是比赛黑马。什么味儿啊？炉子还炸了，赶紧把这乡巴佬赶出去吧！这下可算完了，我的备鸡蛋。哈哈哈！这是哪门子炼丹？熬猪食都来了。虽然卖相看起来不好，可分量厚实，在俺们村这就叫实诚。啊！这丹门内敛，返璞归真，还有这气息，竟是天地灵气与这混沌道术的灵气共鸣。神丹，这是早已失传的万物生灵丹，就是刮下一点粉末，都能让修为大增。不可能，那就是猪草！龙大贤弟，不，大师，这猪草，这神草配方，您是怎么想出来的？请受小弟一拜。啥神丹呢？俺就是寻思着，这培鸡丹也是固本培元的。俺家二娃不大精神，俺琢磨着猪吃了能壮实恢复精神，俺二娃吃了也差不多。我操，爹，别这么直白啊！我是猪吗？宣布，本次炼丹大会的冠军王大，
培鸡丹归你。赶紧吃了，长结实点，以后啊别被人给害了。岂有此理呀！数十载苦修，竟然败给一个喂猪的。王大，且留步。王大，你天资卓越，又有此丹道悟性，区培鸡丹算得了什么？本座决定赐你一份大机缘。本座在此特批，王大和王二娃即刻晋升为青云宗内门核心弟子，将长老待遇赐洞天福地。这机缘简直就是一步登天，这就是祖坟冒青烟呐！爹，内门弟子长老待遇怎么能够成仙了？快答应啊，咱们以后就是修仙世家了。哎，掌门呐，这内门弟子的衣物，他是绸缎的吧？自然是上好的流云锦。哎呀，那可不行，这玩意儿不稀罕，干活磨得慌。再说，命价地太高，来回跑腿误事情。这内门弟子啊，俺不当啊！田里的菜该追肥了，再不回去，草都比苗高。二娃，俺们走。内门弟子都不当，竟然忙着回去种田，你不要，我要啊！洞天福地，灵气滋养，有了这些，经年累月，磨阳功也能磨到化神期啊！这金窝银窝呀，不如俺家猪窝，有些能当饭吃啊！赶紧，别磨叽，回家。王可卿，我看你家二娃倒是颇有兴趣，你又何苦唱这一出？是啊，爹，拜入青云宗内门是多少人挤破脑袋都求不来的机会啊！你不想去，我还想去呢。俺最后说一遍，俺现在就想俺父子图个清净心安，这女仙爱谁修谁修去。胡闹！大给脸不要脸就算了，这个满嘴污秽，有辱仙门。打是不可能打得过，怎么管嘛？掌门，我这里有些不舒服，兴许是来红了。你一个男人家他妈怎么个来红法？二长老，你去给这些小辈立立规矩。是。哼，老夫就让你们知道什么叫姜还是老的了。那可是咱们青云宗化神境界的二长老啊！王大一掌就将他给撼退了。你掐我一下，我该不会是没睡醒吧？二长老，俺种了那么多年地，这姜虽然是老的了，却常常因品相不佳卖不上好价钱。众位长老，若有得罪，我们告辞。站住！我让你们走了吗？站住！我让你们走了吗？是法相，大长老这次是真的动怒了。看样子，掌门长老今天是不打算放俺们父子离开了。是又如何？王大，别以为你有混沌灵根就能为所欲为。老夫今日便教教你，什么叫天外有天。这不可能！这象帝竟比之前还要强，你这象帝我的好像就像个小鸡仔。王可卿，咱们要不还是各自收了神通吧，莫要伤了和气，不是？大长老未尽全力，想来定是让着俺。咱们掌门就是想通了，不屑与你一介农夫计较，显得掉了咱们青云宗的身份。我那是不屑计较吗？我他妈是真的不会呀！无论如何，俺们是决计要走的，还望掌门长老成全。好说好说，王克卿想来就来，想走就走嘛。二位吃过饭了吗？要不吃个饭再走也行啊。爹，我不走了，我要去那边修仙。二娃，你还不明白吗？俺想要的只是你平平安安，你已经是死过一次的人了，再有个什么三长两短，让俺以后下去有何颜面去见你娘啊？爹，正因为经历过生死，二娃现在更加渴望修仙长生，更何况也不能让老爹保护我一辈子嘛。杨九泉之下有知，肯定会支持我的。
放心吧，爹，我会照顾好自己的。您老就回家种田养老去吧。更何况有诸位长老在，我不会有事的，说对吧，大长老？那是自然。王客卿放心，我定将贵公子视如己出，亲自培养。就你们青云宗那三脚猫功夫，还不如跟着俺学种地有出息。俺家二娃就有劳各位长老费心了。也不知道老弟不在，这灵根还能不能得到反馈滋养？啊，是，我就知道，老爹终归是放心不下。哎，来人！大长老，既然你父亲将你托付给我，那王公子以后就跟随你李师兄在内门修行吧。见过李师兄。哼，王师弟别来无恙，咱们来日方长呀。也不知道回来这2日，二娃一个人应不应付得来？这不是王大吗？你咋回来了？王大兄弟啊，放在青云宗的神仙日子不过，回咱这土旮旯里干啥？是不是在宗门犯了错，被赶回来的？可别连累我们王家村啊！俺就是想家了。青云宗再好，也不如俺王家村的抗稳妥，不如祖宗的泥土香。我这次回来就不走了。想把家里的祖田重新种起来。大娃子，你可别犯傻！你家那3亩祖田在村后坡上，这些时日没人管，石头比土多，旱的都裂成龟壳了，连野草都长不活，种啥都白搭。就是，前些日子有外乡人想来承包，看了一眼就走了，说那是块绝地，谁种谁赔。这土看着贫瘠，底下藏着股子灵月，只是缺了盘活的法子。咱王家村的山水养人，祖田更是块宝地，只要肯下功夫，保管能种出好东西。这大娃子还是在仙门待傻了。那破地能种出啥好东西？能种出啥好东西？等我长大了，跟你一起种庄稼。这废料堆里刨出来的灵属种，也不知道还得不得活。大娃子，歇会儿吧，忙活一下午了，吃点东西垫垫。你这是种的啥？就这几棵苗，能长出啥来？吕伯，这是灵属，等长出来，吃一口能顶3天饱，还能凝神静气，比城里卖的补品都管用。王大，你这是修仙修傻了，都开始说胡话了。哼，就这破地，能长出粮食就不错了，还凝神静气。等明天你们再来看看，保证给你们一个惊喜。我勒个老天爷！这才1天呢，怎么就长这么高了？你看这苗，绿油油的，比咱种的青菜还水灵，还散发着香味，这也太邪门了。我闻这香味儿，感觉浑身都舒坦，之前腰腿疼的毛病好像都减轻了不少。大娃子，你这是种的啥仙苗啊？怎么长得这么快，还这么神奇？这是灵属，用特殊的种子和肥料种出来的。这灵属不仅长得快，成熟后结的籽儿吃了能强身健体，还能帮助人集中精神，对咱们庄稼人来说可是好东西啊！王大兄弟，求求你救救小宝，他这几天一直咳嗽，吃了好多药都不管用。刚才闻到你这田里的香味，咳嗽好像轻了点儿。
你这灵薯能不能给我点儿，让小宝尝尝？别着急，小宝就是肺热，这灵薯叶啊能清热润肺，让他含着。娘不渴了，嘴里甜甜的，好吃。王大兄弟，太谢谢你了，你这灵薯真是神了。王大兄弟，我也有点咳嗽，能不能给我一片叶子？我最近总失眠，能不能也试试啊？太神奇了，含着这叶子，喉咙里凉凉的，咳嗽真的减轻了。我感觉脑子都清醒了不少，之前浑浑噩噩的，现在舒服多了。大娃子，你真是咱王家村的福星。有了你这灵薯，咱村里人的身体都能好起来。你这灵薯成熟后，能不能把种子分给大家，让大家也种上？是啊，是啊，王大兄弟，给我们点种子吧，我们也想种灵薯。哈哈，各位乡亲，大家别急，等灵薯成熟了，我不仅会分给大家种子，还会把种植灵薯的方法教给大家。到时候，咱们王家村的家家户户都种上灵薯。大家的日子肯定会越过越好。大娃子，这灵薯籽儿看着就不一般，2天就熟了，煮出来肯定好吃。李伯，今天晚上咱们就在晒谷场煮灵薯饭，让大家尝尝鲜。饭熟喽！好吃，太好吃了！我活了一辈子，从来没吃过这么好吃的饭。吃了之后，感觉浑身都有劲儿，腰不酸了，腿不疼了，连干活都有劲儿了。我感觉脑子都清醒了不少，之前总记不住事儿，现在感觉记忆力都变好了。我家那口子常年失眠，吃了这灵薯饭，刚才竟然睡着了。二娃，你那里还好吗？你们是怎么照看药园的？这凝露草是大长老点名要的药材，下个月就要用来炼制神丹，现在变成这副样子，要是误了炼丹，你们担待得起吗？李师兄，我们也不知道怎么回事，这凝露草之前长得好好的，就是这几天突然开始枯萎。我们已经用了最好的灵水浇灌，还施了宗门特制的灵药肥，可就是不管用。是啊，不仅是凝露草，那边的紫韵花和青灵草也开始枯萎了，我们实在没办法了。奇怪，这些药草都是喜阴喜湿的品种，药园里的灵气也充足，怎么会突然枯萎呢？哼，这里没你的事儿，赶紧走开，别在这里添乱。种地要看根，根好苗才壮。要是叶子枯萎，不一定是缺水缺肥，可能是根烂了，得了土病。李师兄，这些草药不是缺水缺肥，而是根部腐烂了，得了土病。哼，土病？胡说八道！这些都是修仙界的珍稀草药，怎么会得凡间的土病？我看你是想哗众取宠，故意找茬儿。就是，王二王，你别在这里不懂装懂。这些草药金贵的很，要是被你弄坏了，你赔得起吗？李师兄，不管是凡间的庄稼，还是修仙界的草药，都是靠根吸收养分和灵气。这药园的土地长期施用灵药肥，虽然灵气充足，但肥料太盛，土壤板结，后进行不好，根部无法呼吸，就会腐烂。就像我爹种庄稼时，要是施肥太多，庄稼也会烧根枯萎。那你说该怎么办？要是治不好这些草药，你也别想好过。我有办法，但需要李师兄配合，给我准备一些东西。好，我就信你一次。你要什么东西，我给你准备。我需要一些干燥的松针、腐熟的落叶，还有当防废弃的药渣，再给我准备一些山泉水。哼，王师兄，这些都是些没用的废料，撒在地里能管用吗？这些松针和落叶
蓬松透气，能让土壤变得疏松，增加透气性，让根部能够呼吸。单房的药渣虽然是废品，但里面还残留着一些温和的灵气，既能提供养分，又不会像灵药肥那样过于浓烈，不会烧根。王二娃，要是明天这些草药还没有好转，长老可不会轻饶你。想清楚我爹哦，你们敢动我吗？你，大长老，你这方法倒是有些道理。土壤板结，肥料过剩，导致根部腐烂。用松针、落叶松土，用药渣提供温和养分，确实是个不错的办法。只是这些凡间的种地之法，真的能救活修仙界的珍稀草药吗？大长老，我爹常说，万物生长皆是同理。不管是凡界庄稼还是修仙草药，都需要合适的土壤、水分和养分。只要顺应其生长规律，就能让其茁壮成长。明天我再来看看。既然大长老都觉得你的方法有道理，那我就再信你一次。老爹说过，种地需要耐心和细心，要像照顾孩子一样照顾庄稼。只要用心照料，这些草药一定就能救活。这怎么可能？才1夜的时间，这些草药竟然真的活过来了！真不愧是王大的儿子。大家都是同门，互相学习罢了。这些草药虽然活过来了，但还需要精心照料。王二娃，你愿意负责药园的后续照料工作吗？弟子愿意，多谢大长老信任。大长老，不好了！西边的千年灵芝区，灵芝的菌盖开始发黑，好像也得了病。千年灵芝是青云宗的至宝，已经生长了1000年，蕴含着浓郁的灵气，是炼制顶级丹药的重要药材。要是千年灵芝出了问题，损失就太大了。大长老，怎么办？用丹药试试。丹药药性太烈，千年灵芝已经染病，用丹药作用只会让它更快枯萎。大长老，弟子有办法救千年灵芝。哦，你有什么办法？快说！我爹种蘑菇时遇到这种情况，会用草木灰和生石灰混合，撒在周围除菌，再改善通风条件，让环境变得干燥一些，蘑菇就能恢复健康。草木灰和生石灰，这都是凡间的东西，千年灵芝何等金贵，能用这些东西吗？大长老，草木灰和生石灰虽然是凡间之物，但除菌效果温和，不会伤害千年灵芝。草木灰富含钾元素，还能为千年灵芝提供少量的养分。生石灰抑制腐菌生长，只要控制好用量，再改善通风条件，千年灵芝一定能救活。好，就按你说的办。我现在就让人去准备草木灰和生石灰。大长老，接下来只需要保持环境通风干燥，不要浇太多的水。过几天，千年灵芝的腐菌病就会好转。好，王二娃，这次要是能救活千年灵芝，宗门一定会重赏你。好，好，王二娃，你立了大功。这千年灵芝是我青云宗的至宝，要是救不活，损失难以估量。你说说，你想要什么赏赐？大长老，弟子不敢要赏赐，能救活这些草药是弟子的荣幸，算不上什么大功。你不仅有本事，还如此谦逊，难得。不如让师弟来内门丹房吧。好，就这么办。王二娃，我任命你为内门丹房弟子，负责丹房炼丹工作，同时赏赐上品灵石300块，每月可领丹房任意上品丹药1枚。
内门丹房弟子，那可是妥妥的美差呀！可不是嘛，多少内门师兄弟挤破脑袋都进不去，更别说还有那么多零食，每月还能白嫖丹药。王师兄，这是你爹给你寄来的信。王家村的灵薯大丰收，俺让村民都种上了灵薯，日子越过越好。二娃，这2日在青云宗过得怎么样？好好修炼，照顾好自己，勿念。小子，等到了丹房，玩不死你！你耳朵聋吗？跟你说了多少遍，炼丹用2成灵力即可，你偏要用3成，显得你了。次次炸炉，你是蠢还是傻？师兄，蠢和傻好像大差不差。师兄，你们这样欺负他，不怕他老子吗？听说连长老们都不是他爹的对手。切，没听过一句话叫山高皇帝远吗？况且就是真皇帝来了，也不能坏了咱们内门丹房规矩。哼，就是，况且这都过了2周了，他老爹都未曾出现，想来你老爹肯定回老家挑大粪，不要你了。哈哈哈哈！你们就不怕我迟早向我爹告状，将你们碎尸万段？哼，告状，那也要你说得出来才行啊！哦，这可是宝贝，只1滴就能让人喉咙废掉，失去全不解。好师弟，不要跟师兄，喝了这药也不会像之前一样有性命之忧，放心喝。对，真是糟践东西！这可如何是好？放心吧，这东西我有的是。哼，再玩他几日，凑齐1个月，我再来要他不迟。哈哈哈哈哈！哟呵，还敢瞪老子？不服气？看来得再给你点苦头吃吃。动手！李师兄，这可真是记吃不记打啊！是谁？来者何人？敢吓唬小爷？滚出来受死！你耳朵聋吗？俺说你记吃不记打。小爷与你领教。是王大哥呀！什么风把您吹到这儿来了？哼，俺就回到家挑了几趟粪水，看来俺家那2娃被你们照顾得挺好啊。误会呀，王大哥，天大的误会啊！是大师兄唆使我们，我们在……哼，不是不让用3成灵力吗？这样，俺就用2成灵力，你们打赢我，今日这事儿就翻篇，如何？不知王大哥和宗主长老过招的时候用了几成灵力啊？不多，也就1、2成吧。那我们，师傅走了。师弟，此前对你得罪，师兄们辗转反侧，夜不能寐，特此来向你赔罪的。是啊，师弟，是我们做的太过火，求你原谅。你们这唱的是哪一出啊？昨夜似乎有猫狗惨叫，你们这就抓狗去了，还是被猫抓了？总之，二爷，大人原谅我们吧，原谅我们吧，都是我们不好。原来如此，是老爹给我出的这个运气啊！看你们表现了，二爷我今天兴起你，给我按摩按摩。你先给我滚去洗干净再说。这么久才筑基2层，给我加紧修炼。这个月内到不了第3层，丹药资源以后就不用领了。这筑基7的都抽得这么狠，我这群人唯一的利器期岂不是必要被抽出花来？还有喂，掌门，您看我已经筑基圆满了，距离结丹仅差1步之遥。矮子群里拔高个儿，照打。不错，二娃修为有所精进，如百江汇流之势，非常平稳呐。哼，这不就是修为长进太慢吗？说的这么好听，掌门也是个老舔狗了。二娃呀，回头晚上来我房间一趟，
长不长了？我爹自小教导我要明确取向。怎么老王家没有龙阳断袖之类的癖好？我是要亲自指导你修行。你个混小子，整天满脑子都在想些什么？死老头，连我爹都打不过，还想教我？原本以为这内门有啥高深的功法丹药我才带你，结果找来找去，也就这能增长修为的烤地瓜沾点稀奇。哼，小爷不陪你们过家家，这烤地瓜就当你青云宗借小爷的力气吧。这些拿回去孝敬老爹，应该也够使了。是谁在那儿？站住！那阿秀仙丹可炼出来了？还没有，不知为何，近日炼丹房频频炸火，门下弟子也不肯说明原因。谁？我的大长老，大事不好了！不知是人还是老鼠，夜闯伙房，把长老们这个月月供的修炼口粮都偷走了。哇，还真是好大一只老鼠啊！还真是好大一只老鼠啊！且慢，大长老，你这是何意？若是寻常弟子，你杀便杀了。可是这小子身后那位，你确定不想想清楚？哦，大长老敢笃定这小子听到了多少？哼，出了事有我们幽冥宗担着，可别忘了，幽冥宗身后那位可是谁也惹不起的存在。我说我啥也没听到，你们信吗？说呢，小子。无名校园，老爹救驾！再不出手，人都跑没影了。这，哈哈哈哈！黑鸟鬼神是我们幽冥宗的黑衣长老，他们今天一个也别想走。没有人在见过本座的黑鸟鬼神后还能活着离开。呸！哪来的乌鸦？真是倒霉个屁！晦气！还聊到过我呀？黑暗站住！村子钻了个点掉，结果乡下除了泥腿子还是泥腿子。怎着，你这糟老头子也想管我们幽冥宗的事？就你臭中无义的，跟他废什么话？赶紧做掉，回去交差。这一辈子最宝贝的就是这块田地，糟蹋老子的田，害人性命，简直该死！完了完了，爹这是真怒了，赶紧躲远点！你二位自求多福吧。大哥，咱可以和解吗？这的威力，哪怕是咱们红衣主教也做不到吧？这便是那王大所能做到的。那夜，若他真想取我们三人性命，恐怕你我今日就不站在这儿了。赶紧扶起来，赔点土，回头喂点粪水，兴许还能救回来。乡巴佬，我那2个手下何在？这红布女娃子来头不小。哼，你说那2位吗？应该还有余温。你要不要趁热？这女人身上的灵气威压，竟然完全不比老爹逊色。谁干的？糟蹋粮食，残害生灵，就活该这个下场。哈哈，好大的口气！
老爹小心！这还是第一次这么直观感受到，有人能对老爹造成危险。不错，想必你就是青云宗传言里那个种地的客卿吧？确实有几分实力。你们幽冥宗一个两个，不是鸟就是猫的，怎的？都是畜生叫的。不舒服。你这是用下拉屎了？你见过谁家好人用脑袋拉屎的？难道是万物生的功法？这小子莫不是要突破了？难道是这女娃身上的灵气作用？娃呀，春波不敢当，秋收瞎指望。机缘来了就得上，这可是修为晋升的好机缘呐，可得抓住了。去吧，二娃，使用机缘之力。我练气跟化神打，谁先来死人头都一样。俺就知道俺的二娃。二娃，见过坑爹的，还没见过你这样坑儿子的。难道俺感觉错了？这万物生功法刚刚明明就有反应。把儿子推出来送死，你还真是个好爹。少废话，伤俺二娃，要你好看。明明是你自己造成的，好吧？混沌跟接地气，乡巴佬，你还念上了？庄有汉不堂令，俺的修为全开启，能种出仙人体。这竟是万丈法相，你究竟是何方神圣？爹，我生了，我生了！好啊，好啊，俺王家有后了。这爹，你胡说些啥呀？我是说这机缘，居然直接让我跃升到金丹了！这是原来一直就在这小子身上。你不说话我都没发现，你还在啊？哼！来，和小爷重新过上2招，咱战上300回合。哎，你别走啊你！二娃，你这又是咋的了？不要吓爹呀！二娃，好些了吗？你都昏过去2、3个时辰了，可急死爹了。爹，我看见我娘了。哎，傻孩子，说啥胡话？早些休息吧，等你好些，爹带你躲得远远的。咱们父子俩还是不要再趟这趟浑水了。哎，老爹啥都好，就是活得太佛系了。看来只能再使一次激将法了。爹，你常说咱们庄家汉子顶天立地，迟早独当一面。可是上次这一口气就全凭那万物生吊着，不拿回来，我迟早也会走在爹的前面。不过二娃现在已经是金丹期了，也正好去那森林秘境历练一番，拿回那功法。我也总不能一直躲在老爹屁股蛋子后头，对吧？我念。哼，臭小子，真是长大了，翅膀硬了啊！不过想丢下老子可没那么容易。哎，我操，这么硬，恐怕我们2个合力也无法打开。你方才所说，几个内门弟子已经擅自进去了？是的，掌门，李师兄带的队，而且什么？而且王家那小子好像也进去了。等我赶到，门就正好关上。这下可难办了。他爹王大要是追究起来，可如何交代？谁在念叨啊？俺家二娃呢？
前辈莫要白费力气，我青云宗2位化神期长老合力，尚且不能撼动这石门半分。好一块洞天福地！我勒个乖乖啊！总算把这金丹期的小畜生磨死了。这虎皮虎掌，这得值多少修炼资源呢？哟，这不是王师弟吗？怎么也悄悄溜进这秘境了？还搞得这么狼狈！这生灵秘境是你一个区练气期能进来的地方吗？这有些人呢，就是命好拼爹，离了他爹，啥也不是。师兄快看，是灵兽！王师弟，大家皆是同门，这灵兽不知可否见者有分呢？我爹又不在这儿，李师兄不必虚情假意，惺惺作态，在这唱戏呢。哼，他爹不在，这臭小子嚣张个鸡毛啊！这灵兽目测怎么也得有个金丹初期的水平，总不能是这小子一个人猎杀的吧？不过若李师兄愿意拿3倍修炼资源来换，这畜生我倒是也可以考虑分你们一些。师弟这是铁了心要让师兄难堪。师兄想难堪，那好说啊。要不要我跟大家好好讲讲你之前跪在我面前叫2爷的事？李师兄与你分享这灵兽，那是看得起你，你别不识抬举。我今天还真就不识抬举了，怎么着吧？跟他废什么话？趁他爹不在，直接在这动手把他给办了。回头他爹追究起来，就说这被灵兽杀了就是。就是有娘生没娘养的东西。我们几个筑基圆满、半步金丹的人，还怕他一个区练气起废物？你再狗叫一声试试！我说你，你的修为不是练气吗？说我骂我都无所谓，可我说我娘就得死！姓李的，新仇旧恨今日与你一并清算，我看谁还能保你！这畜生都追着轰了一个师兄的影子，放过我吧，不如让那畜生给我个痛快！闭嘴！这么容易让你死，岂不便宜你了？叉腰，合脉。神功仙功都不如老爹的重病武功。竟突破到化神期了！更难。这样下去迟早完蛋，不如趁现在下手，弄死这小子。虽然没有多少肉，多少也能拖住这畜生一时。畜生不如的东西，还好老子始终提防着你。是你！万物生本源气息，曹祖派我等苦苦寻觅数10载，今日终于到手了。原来是你这个毛头小子，上次让你侥幸逃脱，这次可没那么好运了。上次打不过我爹逃掉的不是你吗？你那老爹，宗主，老祖即将出关，到时候别说一个王大，就算整个青云宗，咱也吃得下。我看谁敢动我儿子！爹，我就知道你会来。王大，娃，没事吗？爹让你受委屈了。你给我等着！幽冥宗老祖出关之日，便是你父子2人殒命之时。
爹，我不想努力了，就是他们抢了我的契约，二娃这次怕是活不长了。爹，说二娃不能给老爹尽孝了。臭小子，这演技谋算，我去当小三勾男人，真是可惜了。敢伤俺儿子，抢俺儿子契约，今日便让你知道，俺们庄稼汉的锄头也能劈山裂地。等等，你儿子不是我们打伤的呀，这就是染血丹。奥义，认真出地。老爹的招式名还是一如既往接地气啊。这竟是。王大，看来你也不过如此。宗主威武，这可是炼虚期的力量，果然连王大也奈何不了你。王大，识相的赶紧束手就擒，乖乖滚蛋，否则让你父子死无全尸。这怎么可能？哼，看似没事，实则多半走了有一会儿了。只是靠着那什么破丹的功效，勉强维持着站姿，回光返照，放了句狠话吧。还得是老爹给力，不过这天被您拉开的鬼子怎么办？总不能让我们学那个女娲补天吧？小帅，这泥瓦匠修图，俺倒是也略懂一二。不知王公子可在秘境之中见过我门中几位弟子？见过呀，嘴尖阴阳怪气我，还侮辱我娘，被我3两下打杀了。什么？他们可都是筑基圆满、半步金丹的修为，一个练气气的娃娃，怎可能3两下将那几人打杀？口出狂言！哼，怎么，二长老是认为辱人父母不该死吗？哈哈哈哈！终于这道裂隙，本座终于逃离那片虚空之地了。此乃我幽冥宗老祖炼虚期大能，尔等乖乖引颈修路吧。这是万物绳，真是让我好找啊！多谢老祖。少废话，快给我把那小子手里的功法抢过来！遵命，老祖。真是没用的东西！不对，这股气息，难道是……主上，真的是你呀！我可算找到你了。啥？炼虚期幽冥老祖竟是我爹的狗？主上，你忘了，当年你和女主人将我从熊口里救下来，带回家里养着。地里的地瓜萝卜我多吃了2根，就莫名其妙突破到炼虚期，还冲破了大道限制，被强制吸入虚空，困了这么多年。什么？就靠萝卜地瓜突破炼虚期？那我们这么多年刻苦修行算什么？算我们能吃苦吗？啊！我说老爹，你种的那些个东西咋劲儿这么大？我吃的老放屁呢。我在虚空里太孤单，就用意识连接创立了幽冥宗，让手下找你和女主人，还有那万物生。所以按您传下来的消息，这幽冥宗视若珍宝的万物生和阿秀究竟是什么东西？什么阿秀？那是阿秀，是我家女主人的名讳。而那万物生可是我家女主人以前夜夜都要唱与我听的诗歌。合着大家抢来抢去，那所谓的神仙功法，就是我娘教你的狗儿歌？可不是嘛，那歌我天天哼，却只记得半段，这才想着派人去学。没想到被这群傻帽愣说那是功法秘籍，一传十，十传百，越传越神。
那老祖您还不跟我们说？看你们找的这么积极，对我来说也是好事一件啊！我干嘛要说？哎呀，小白，你可知幽冥宗这些年为了这破书，害了多少人？烧杀抢掠，无恶不作。嘿嘿，主上息怒，主上息怒。这老狗反手为云，覆手为雨，定人生死如掌中乾坤，探囊取物，而王大竟能让他如此顺从，果真是高深莫测。老二，想和他动手吗？只是敢想想。对了，主上，怎的不见女主人呢？阿秀她已经先意不去了。怎么会？我在虚空之地可还远远见过一眼女主人呢。啊？什么？你是说阿秀她还活着？老祖，属下虽然护驾来迟，可您也不至于如此吧？主上，怎么处置这家伙和幽冥宗？散伙，散伙！你们幽冥宗之前作恶多端，得向被残害的众生赎罪。这黑厮，罚他去挑几百年大粪，再烧了当粪菜。主上，散不得呀！散伙了，弟兄们就都没饭碗了呀！我也不想挑大粪啊！你倒是个会见风使舵的，这么快就反应过来了。不如让幽冥宗并入青云宗，给他们一个改过自新的机会。大长老真是宽宏大量。这些年你们犯事儿，也都是我们青云宗在后面给你们擦屁股，还有传播假消息，骗我青云宗几十年的这笔账，咱们来日方长呀！这下是真玩完了。主上，先不扯这些了。之前我所说的句句属实，只要渡过虚空，跨过彼岸，就能到达那蓬莱仙界，登神成仙。女主人就在那里。那俺现在就劈开虚空，带你们过去。万万不可！万万不可！王老弟，你上次劈开虚空就放出个炼虚气的狗，谁知道再劈开会冒出啥？万一又是你当年养的猫啊、猪啊，这方小世界可就遭不住了。是啊，是啊，想来我青云宗的混沌道术能连接大道，将人送入虚空，不如去求道术相助。总算是要把这对瘟神父子送走了。这树看着不错，等我找个地方尿上他一泡。不可传送！你这破树，敢不给面子？信不信老子一把火烧了你？王二娃与小白皆因修为不足，受虚空法则约束。二者若强行跨过彼岸，必遭九天雷劫轰击神魂，当场身死道消。还好没送成。不对，这对瘟神要是不送走，留在宗门只会更麻烦。可还有别的法子？若诸位执意要去，我愿以自身本体为仙州木乃，炼化虚液之脉，化作度世仙舟。此舟蕴含大道之力，若抵消法则反噬，护你们平安渡过彼岸。荒谬！道术是我青云宗根基，岂能化作仙舟？铁星长老说的对，青云宗气运会动摇，修仙界格局要大变。道术有恩于王大施主，只是与个人恩情。呵呵，我好歹也是一个炼虚期老祖，主上若是偏用这术做舟，你又奈我何？爹，你看这咋办啊？都是他害我吗？王大，你搅得我青云宗鸡犬不宁，先是那只黑狗，后是这棵道树，你到底想怎样？王老弟，这事你怎么看？俺们种地人只要根不断，明年又是春。道术是青云宗的根，这根不能断。俺寻思着，这道术的根对青云宗那么重要，俺这身骨头兴许能替他。王大，说什么胡话！
就算你是位高僧，但怎可与混沌道术相提并论？混沌根骨，汪大师兄，您的意思是？主上可得想好，进入虚空后，魔物盘踞，异常凶险，这样自废武功不妥。俺就是想跟阿秀团圆，青云宗这地儿，这根，俺也不能让它荒了。爹，你真把自己的混沌灵根献祭了，这简直暴殄天物啊！不愧是主上，有胆魄，有担当。没想到你一介农民出身，就能舍弃如此无上修为，这老夫佩服了。您这是为了什么？这可是万古难寻的混沌灵根呐！俺就想跟阿秀团聚，若是能跟阿秀一块儿，管他啥根儿，不耽误俺种地就行。青云宗不能没有苗，这道术就是苗，俺这根骨也算给他找了个好归宿。再无遗憾，吾将去矣。爹，你为了马志德连自己的修为都不要了，爹，你太伟大了！别哭了，像个娘们家似的。这新道术刚栽下，得赶紧照料。庄稼一枝花，全看肥当家。这苗子虚弱，得赶紧培土。我青云宗全靠王老弟大义，玄丹师妹、铁行师弟、众弟子，多谢王大先生深明大义，我青云宗万年基业。别这样，俺担待不起。记得得把苗子的土培高点，根系得护住。对照王恩人说的去做。还有，用灵泉浇灌这新苗子，得慢慢浸透了土，别一股脑倒下去，冲散了肥力。吾本体化舟，可载诸位渡彼岸。主上，此去虚空，得先顺水行舟，入青云湖畔，其两仪轮转，弱水才会出现。这弱水险恶难渡，如今我爹功力散尽，可如何是好？种地遇险坎，稳住就不怕。这弱水瞧着凶，实则只要找对路子，总能过去。俺功力散了咋的？二娃如今出息了，跟俺种的玉米似的，敢撞夜猫。小白更是比俺家大公鸡还护院，连续期的本事还镇不住这点风浪。二娃，起航！这虫子跟俺家菜地的地老虎似的。爹，你别动，有我和小白在。去！小主万剑归宗，已能斩破虚空邪祟。这算哪里？我的功法还远不如我爹的威力。爹，你坐稳了。我操！爹，你看那是什么？比咱们村那头老牛还要大上100倍。乖乖，这长虫可真够个儿头，比俺们村后那座土坡还宽。这位，诸位爷，祖宗，求您行行好，高抬贵手，饶我一命。这是小的在这虚空里混口饭，知道您是仙人，小的愿意跟随。这大家伙看着挺能吃的，怕是比俺家老母猪还能造粪。小的以虚空幽冥为食，绝对不耗费您一点粮食，还能看家护院。不耗费粮食，还能吞幽冥之气，那倒是比养头猪划算。仙主说的是，这看家护院胆有点大，怕把俺家院子给踩塌了。哼，倒是有点眼力见。
既然知道自己是小妖，那便收敛点。本老祖是主上和小主最先收的宠物，按规矩，你这级别的仙宠得听我的。谢老大，小的就是您的贴身护法。这随便一口就收了个这么大的坐骑。好了，别磨蹭了，赶紧赶路，蓬莱的地还等着俺翻呢。前面便是心魔幻海，两位主上务必守住本心。赤灵，前头探路。大仙放心，小的能够辨别出这些气味，这就给各位开路。傻孩子，愣着干啥？快过来吃，再不吃肉就凉了。娘，娘，急啥呀？你得先答应妈，不跟你爹一起修仙了。啊，你那是常说，修仙的人无情无义，他爹也走了，不管我们了。二娃，咱不修仙，守着自家的地和都，比啥都强。庄稼人根在地，心在家，那些仙呀道呀的不靠谱。是啊，我妈从来都不喜欢修仙，只想要一家人平平安安守在一起。这里多好，有红烧肉，还有熟悉的茅屋，还有林田。我妈挺好的。二娃，庄稼得扛住风雨，人要守住本心。咱种地的不能忘了根，更不能忘了要护的人。二娃，庄稼浇水施肥才壮，人要守着本分才稳。你娘放灵白珠，是怕俺被那帮修仙的当杂草给人拔了，怕俺当耗材。你娘从来不是讨厌修仙，是怕俺被修仙界的尔虞我诈算计。我修仙是为了护着该护着的人。二娃，大道至简，就跟种地似的，扎根在地里，心想着苗就不会歪。我不会放弃修仙的，但我不会忘了根。我和爹一定会找到你。爹，小心这幻境！啊，我大成期都中招了，可爹，你功力都散了。这哪是幻境啊，就跟俺田里干活打个盹的功夫。敢在本老祖面前耍这些阴招，不愧是老祖，修为就是高。雕虫小技，竟敢班门弄斧！爹，你小心，这玩意儿烧毁的气味，跟咱们烧冬一样呛人。放心，这东西俺可闻多了。别站在下风口，得去通通风。竟然破除本尊的幻境，你们都得死！二娃，别跟他废话，这就是地里的杂草，直接除它。爹，看我的！哈哈，好小子，跟种地一样，找对杂草根就好了。爹，这杂草根就是比咱们家地里的难挖一点，但架不住咱锄头好使。哈哈，好小子，随爹。除魔也跟种地一样，讲究寻根。王大主上，二小主，你们种地除魔法太好用了，回头能不能教教我？先别闲聊，前方有动静。主上，小主，这是9天紫雷劫，成仙的最后一关。俺懂。就跟庄稼要经风雨一样，过了这关就能收成了。快了，蓬莱仙境就在眼前了。小的跟着主上和小主。这雷劫在帮俺们淬炼肉身，跟村口那镇蛊师手法一样，舒坦。
行了。爹，你看，蓬莱仙境。哎呀，好地方呀！这灵田看着就肥。这地方还算入眼。主上，小主，这里好多肥田。以后就能在这儿种庄稼，等找到你娘，俺们一家子就守在这儿过日子。等找到我妈，到时候爹就能放心开田，种上喜欢的作物了。那还等什么？俺们速速动身吧！哎呀，这蓬莱仙境是不一样啊，连空气都带着甜味儿，种出来的庄稼肯定差不了。等找到娘，咱们就圈一块地，把家里的白灵珠也牵过来，还跟以前一样过日子。那可不成啊！我还要看你在仙境讨个媳妇儿，为王家传宗接代呢。爹，真金白银的东西，神仙可不要。要不咱炼下仙丹筹彩礼？这仙丹俺熟，到时候俺烧炖结实的，就跟那白面膜一样大。哎，爹，可别这样！神仙们再厉害，也遭不住这样的大补，会烧苗的。爹，有感觉了，是娘的气息，就在前面，这里，快跟着这缕光。爹，你快看，娘身边有个小白脸。胡说！你娘不是那样的人，俺们俩的情分哪能说散就散？哼，那可不好说。以前你天天种地，灰头土脸的，哪有人家白衣修士俊呢？瞅你那模样，指不定娘早就看不上了，找个有财运的修仙者过日子呢。俺虽然土，但俺对他好啊。俺种地都是为了他和你，他肯定不会对不起俺的。萝卜，今天辛苦你了。这些草药晾好后分你一半。恩人客气了，能跟着恩人办事是小的福气，草药小的不敢要。萝卜，这名字有点奇怪。是大郎，还有二娃。阿秀，俺找着你了。娘，你们真的成仙了，娘好想你们。恩人，这两位是？萝卜，这是俺当家的王大，这是俺儿子王二娃。原来是萝卜仙友，刚才误会了。爹，我就说娘不是那样的人，是你自己想多了。无妨无妨，主甚不必客气。小的只是个的萝卜，当不起仙友之称。大王、二娃，萝卜是我当年刚到蓬莱时种下后得到成贤，后来非要跟着我的药童。主母好。好，都来了就好。快进屋，我给你们做红烧肉，还是你们爱吃的味道。还是你做的红烧肉好吃，比蓬莱仙境的鲜食都香。娘的手艺还是这么好，以后咱们一家人再也不分开了。再也不分开了。以后咱们就在这蓬莱仙境定居，守着田地，过安稳日子。